当初怎么会来我们这边？哦，那个时候的话就因为有一个牙根断裂了，那我到很多诊所去看，包含我平常在单区我习惯去的诊所，是每个医生都跟我讲说，这个牙齿不用看了，直接拔掉。好，洪先生，本身是住哪里？住台北市。台北市。当初怎么会来我们这边？哦，那个时候的话就因为有一个牙根断裂了，那我到很多诊所去看，包含我平常在单区我习惯去的诊所。是。然后后来的话，每个医生都跟我讲说，这个牙齿不用看了，直接拔掉。我就再去台北荣总。台北荣总。是，然后这个牙齿一定要把它保留下来。那到台北荣总的话，到牙髓病科的话，也看了2位医师也咨询过2位医师。对，而且2位医师的话，尤其因为我这个案例比较特别他那个是后面的牙根，对然后他又是这个整个已经断到都裂开了。对，我们看 X 光，整个都已经裂开了。那他们好像为了这个 case 还做了一个好像是像学术上的讨论好像晨会之类的。那最后的话，很多医生都讲说这真的卖了。对，就是我想说这个怎么样，还再拼一次。所以它因为下面的后牙通常会有2个大牙根来做支撑。对，洪先生是后面那个牙根比较特别，我们大部分临床上见到的都是前面那个牙根裂掉，因为洪先生比较特别，它是后面那个牙根整个裂掉，而且已经岔溃了。对对，洪先生自己看了 X 光，咨询过那么多，解释过那么多，事实上也都知道了所以你那时候真的走投无路了。对，然后怎么会看到来找我们？我在 YouTube 上面看到森宝牙医，他说牙齿一定有得救，他说一定要拼，对，一定要拼。而且那个时候为什么我牙根会岔开讲一个小故事，因为我是去年2023年的8月来到这边做这个切根那其实我在2022年已经好多医生都跟我讲这颗牙齿一定要拔，我说平时要撑，已经撑了好几年了，撑到它完全裂开来，对，该弯了，对。然后想要处理的，对，要处理，可是还是想要保留，对，还是要保留最后终于到这个地方遇到救星了那时候一直反复长脓包，对，反复长脓包。其实他一开始还没有完全裂开的时候，我在我家那边的诊所的话，就一直跟我说你这个应该是裂开的，咬了还会咬痛，对，他说你这个就趁早就拔掉。对，他听了很多这个植牙的那个建议，还有什么那个牙即拔即中什么的。对，即拔即中，对，就是医生讲即拔即中。他说他还从从士林那边请来一个医师只有礼拜4下午才有办法帮你看诊，帮你安排好了即拔即中。对，只要植牙都可以马上帮你安排，可是就是找不到能够保留的方法。当然就是它2个牙根，事实上我们做牙根截断术就是让它只有一个牙根，就好像我们2只脚一样，我们少了1只脚，这个人就废了嘛。事实上他还是可以活，事实上他有身体，事实上他还是可以咀嚼，当然力量会比较差一点我们有跟洪先生讲，但力量会比较差一点。只要因为它后面它是第1大臼齿，后面还有第2大臼齿可以做什么支撑。我就觉得这个可以试看看，因为它往后咬的时候，后面有顶住好的牙齿顶住，我们就把发炎的那个牙根拿掉就好。那我们补个骨头，不要让那个感染，因为真的拖很久了，那感染骨头都破坏很多了，我们就稍微补个骨头，然后就不管它，他就这样过了半年。对，就没有再发炎过，也没有再肿了。我们就是把1个牙根拿掉而已。对，但感觉起来蛮好的，而且蛮好清洁。其实我本来一直以为说那个地方会很容易卡东西，就有时候因为我平常都会用牙线，对，还好，也还 OK 啦。所以当然要看条件如果它只是最后1颗后面没有再支撑，我们可能就不建议这样做了。如果它齿列都是正常的只有1个牙根裂掉，我们事实上
有这些文献呐，哈，事实上我们最常有些平均牙根阶段呐，哈，没有说一定可以用20-30年啊。那我们研究来说，平均是10年，就是平均。有些人用超过十年以上，而有些人用少于10年，那是平均值。我们研究一定是一个平均值啊，哈，有高有低，有高有低，我们取一个平均值。事实上还可以再用10年，当然小心使用，然后不要吃太硬，事实上有可能会用更久。哦，当然我们不能保证说这个一定可以再生牙齿啊，用的一定是没有问题。哦，当然你植牙，我们有看过很多10年就发炎了，植牙本身有植牙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植牙问题，对，哎呀是哦，所以我们还是第一个优先还是先保留，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？哦，当然我们不是乱做啦，哈，这些研究我们之后会在就大家公开，然后我们 YouTube 会再讲解，这不是我乱讲的，这个做法是很老的做法，是现在医生都在植牙，求快求好，鸡巴鸡之后赶快收钱，没有错，对啊，所以大家都已经忘记这个古老的术式了，之后我们再把一些研究给大家分享。好，谢谢跟我们分享，谢谢，拜拜。